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贵州黔东南的大山里面，这里属于丹寨县。刚刚我们看画面，这里是不是很多废弃的房子，感觉有点像末日世界的感觉？那这里呢，在几十年前，这里是一个水泥厂，就是我们说的金拱矿场。那么现在已经荒废了，大家看到这个建筑呢是非常破败，废弃了大概30年。故而这个地方看起来跟我们以前走的三线工厂很相像，都是废弃了。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啊。高峰期的话，这里是2万人就在这样山谷里面生活着，被称为小香港。因为以前很多地方被称为小香港，就证明这个地方非常繁华繁荣。你想一想，现在很多小的城市才2、3万人，那么这样一个小山谷就2、3万人。那今天就来探索一下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以前就是国营的金拱矿场，现在算是一个旅游小镇了，也变成一个工业小镇遗址。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啊，都把以前的老工业，厂房或者建设成旅游小镇，这样等于就是说充分利用了资源。你想一想，这块地方如果全部开发起来了，搞成工业小镇，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像湖北、甘肃还有重庆那边，都把以前的这些矿区或者是说老的那种废弃的三线工厂都开发起来了。那这个地方估计慢慢的也会好的，因为这个地方离丹寨县其实不是很远，大概就10公里的距离。这个金拱矿场呢，其实在很早就开始生产了，就是俗称的水银。这个大家有一个地方知道吗？就是秦始皇陵，说里面有很多水银，有水银作为江河，所以呢，水银其实在中国古代呀有非常大的作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得到，特别是皇宫。还有以前所谓的皇帝吃的那个丹药，里面可能都含汞，就是含水银。所以呢，在历史上很多皇帝啊，特别是唐朝的皇帝，莫名其妙的去世了，就是跟这个丹药、跟汞有关。那这个金拱矿场呢，高峰期的话，大概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那这里呢很繁华，被称为小香港。当时有这样一句说法吧，嫁人就要嫁到这个地方来，因为这里非常热闹。在古代，包括现在，很多人我们说嫁人都相对来找的话，要找一个条件好的嘛。所以呢，当时这个又是繁华，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呢又稳定，那待遇又好，所以呢，很多姑娘可能说要嫁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嫁到这些矿区的工人。那这个地方啊非常热闹。听说赶集的话，我们一般都说要去城市里面赶集嘛。但是呢，当时这个地方比丹寨县城还热闹，所以很多人赶集就来到这个地方，就证明这个地方非常繁华。那么这个厂区跟生活区一般是分开的，包括我们看了很多三线工厂，因为三线工厂的话都是在大山里面。那么建这些工厂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非常明显的，一般都是沿着河流建，因为建工厂，那么有人生活，那自然而然水源要解决，没有水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呢，在大山里面一般是找一条河流啊、小溪，在两边建设。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走了江西的、湖北的，还有陕西的这些三线工厂都是一样的。那这里尽管说不是属于三线工厂，但是建设方式都是一样的。从古至今，人类聚居生活一定是靠近水源，没有水源什么都干不了。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厂区。我们看到2个大的烟囱，那么这个就是厂区。厂区的话，建筑还是很多。那在厂区旁边呢，有一个隧道过去，听说里面还有个监狱。在厂区大概隔了200、300米的话，就是生活区，就是职工宿舍、家属楼，还有食堂等等。也就是说，在下了班的时候啊，从这个厂区到生活区是非常热闹的。那么人多，自然要有娱乐措施，在这个地方应有尽有，像我们俗称的电影院、篮球场，我们说的小卖部等等，就是跟人生活有关的，其实都有。那么在那个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这里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城镇。在中午或者傍晚的时候，那这里的人来人往，那很多人结伴而行，就跟我们在学校读书，到了下课时间冲向饭堂，是不是人非常多？但是我们知道，像这种矿区啊，我们说的煤炭也好，其他的矿资源也好，那开凿的话，慢慢的资源就枯竭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这里就关闭了，废弃了。
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样子。因为工厂也好，矿区也好，只要没有开采的话，那人口基本上就是慢慢的会迁走。因为这里毕竟属于大山深处，那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多少人呢？正常来讲的话，就是3个人，一个是属于以前矿区的职工，关闭了之后，他就留下来在这里，等于是守护这个厂，看护这个厂一些材料、一些文件等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对夫妇，他们是什么呢？他们也是当地人，然后以前在这里做点小生意嘛，可能是小卖部这一类的，然后觉得这里空气好，就在这里居住下来。所以基本上就是这3个人。往前走看一看，那这里还有一个工人的雕像，你看到没有？头戴那个安全帽，上面有个灯，就是他们要下矿啊，很多煤炭工人也是这样的。那么双手就是说要在劳动的样子，这个其实也体现了工人做事的一种方式方法。现在这边又下雨了，贵州的雨特别多啊。那这里有座桥，当时呢可能进矿区啊，就是车辆就从这里进出，拉东西也好，往外运也好，都是从这里。这个地方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到小桥流水。我们正好站的是这桥上，但是这里呢，可以看到水流还是比较急，还有一些小的瀑布，在空中看到啊，非常明显。我们前面有个小的瀑布，然后在后面呢还有个更大的瀑布。这里还有一些黑板，那可能就是当时进出的时候有一些那个通知。我们往上走一走，你像这些房子啊，当时不知道是不是保卫室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也有个大门，从这里进去的话，就正式进入厂区的内部了。看看这些已经全部倒塌完了。一般3线工厂或者这种废弃的厂区啊，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30年无人管理、无人居住的话，肯定是会倒塌的。不管任何房子，时间一久的话都是一样。看看这里的房子，现在窗户都没有了，当时可能是生产车间吧。那下面这些有可能就是办公室，这些这边这些房子不知道是干嘛的，但是看起来感觉有点像小型的办公室，就是可能是行政部门那个人办公的地方吧。这个房屋都比较矮呀。倒塌完了，应该是办公室吧，看起来是比较小，因为职工宿舍应该算不上。在马路两边呢有很多房子，那这里呢以前呢就是一些商铺或者是餐馆这一类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修自行车的，因为那个时候嘛普遍是自行车、摩托车都很少见了，是不是？能够想象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我们就是从那个山顶下来的，其实路还是非常不错的。贵州在以前很多人印象里面是说山区多，路不好，但是这次我来到贵州之后，其实发现啊，贵州基本上全是修好了柏油路，连农村呢这种山区都修好了。所以呢，在贵州现在基本上交通是没什么问题，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说山太多，你开车要来绕来绕去，弯道比较多，所以这个就要小心一点。破败不堪，废弃了30年。其实，在3线工厂也是一样的，在厂区这个门口啊，很多这种商铺的、理发的、照相的，还有我们说的吃饭等等，因为这些都是跟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我们这边进去看一看。哇，破败不堪了。现在这里还有种菜园子，这些好像是一些2层的房子。我们现在准备进去看一下，它这个是可以进去看的。现在我们站在马路边上，去探索一下这栋房子，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感觉里面应该是漆黑无比的。走一走，看一看。旁边还有居住的一位大爷，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的。等一下就问一问他。哇，这里是不是有点像恐怖片的感觉啊？大家感觉如何？
光线是极度不足的。那么这些呢，应该属于职工宿舍。那我们说一下，像旁边这里应该就是厨房，左边这些就是相当于是卧室。那个时候的房子跟我们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其实看电视剧也能够知道，它里面是没有厨房的，也没有水的。那么洗漱的话，一般是在一个角落里面；那做饭的话，就是在旁边。洗衣服也好，洗刷也好，都是在统一的一个地方。走在这个地方，大家会不会害怕？不过我现在还好，因为这些地方整体环境还可以。您看看，这里还被密封了，就是看不到里面。这里呢还有个喜字，那么证明当年呢这个地方还有人结婚。那么可以这样说吧，我估计这一栋楼就是属于家属楼，就是给职工夫妻居住的。因为一般这些大的工厂啊，宿舍都分单身职工宿舍，还有呢家属。这里发现一个门打开的，进去看一下。那这个应该是后面有人弄的。1、2、3，那这个相当于是套房，那可能就是有好几个人居住的。我带了手电筒。哇，里面是这样的，一股霉味啊！这里应该是主卧室了，中间弄不好就是客厅了。然后看看外面，犹抱琵琶半遮面，可以这样说。那里也有废弃的房子，估计是一体的。那旁边你看到没有？有菜园子，有鸡，下面就住了一户人家。哎，阿姨好，等一下我下去看看。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家人居住在这里，因为这里算起来的话有3个小单间，那么就是一家4口啊。那个时候一般有2个孩子是非常正常的，3个都有可能。见过这样的灶没有？这个在很多农村呐，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灶了，这单独一锅，这个一般是大锅饭的，家里的厨房不是这个样子的。哇，看到好多玉米，有生活气息。叔叔你好，您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多少年了？82年，到现在40年了，40年了嘞。那很厉害呀！就你们2夫妻在这里生活？哎。以前你们是这里的职工吗？以前我不是，我是农村的，因为那个厂里面还有人多，我们就在这里搞加工面条。您现在是用自己在下面那个发的电是吧？发电。那挺好的，你很厉害，还是技术工人呢？自己发电，自己做饭，自己种菜。旁边的菜园子都是你的。都是这些都是我做的。我上面也有房子呢，我也整好了。我就是我像在这里的话呢，因为这里地方又宽，空气又好。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农村要搞些养殖啊、养鸡啊、养猪啊这些呢，我们都在这里喂，好喂。这个还好，农村其实这些挺好的，空间大，房子大，就是90年代就没有生了。90年代没生了。那基本上就废弃了30年了。30年了嘛。这里现在住的就你们3个人是吧？我住这里2个，还有一个上面管资料的。上面管子那家也是我们在这里，也是我们养了上面的。也是上面的，那等于就是3个人你们。只有我们2家在这里住。你这里喝的都是山泉水啊？就是沙上水。那挺好的，农村就这个好，喝山泉水，而且比那个城市的自来水好一点。那你们平时买东西是去哪里买呀？一般都在县城买的。去县城也不远了。不远，有10多公里。自己骑车过去还是坐车过去？我有3轮车呢。你就开3轮车过去是吧？3轮骑，也就是半个小时哦，这个挺好的，就相当于是隐居一样的。真的，你在这里真的是隐居。你今年贵庚啊？70多了是吧？我78了嘞。78看不出来啊。
还不错啊。对，就感觉像60多岁一样的。这位叔就是住在这个下面。我一开始以为这栋建筑呢属于办公室，刚才我们不是去里面看了吗？通过刚才这位叔讲解啊，这栋房子呢是以前的托儿所，因为它这里有子弟学校嘛。那么学校是1年级开始，像这些比较小的小孩，他们爸妈要去工作，那没人照顾怎么办？就放在这个托儿所。看看这些房子是不是非常具有年代感？哎，发现这里一个非常奇特的房子。哎，这种老房子为什么会存在这个地方？你看，跟旁边的建筑是格格不入的。那这个难道是当地的村民建的吗？那上面一个阳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那这里呢，应该相当于是一个大礼堂吧。那这里基本就逛完了，大家看完整体感觉是不是非常不错？环境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像逐步正在开发，希望以后能够开发成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